科技信息补全，每周带你看科技事件第12期。本周《黑神话：悟空》正式发布，并且打破了 Steam 单机游戏在线记录，不知道大家都玩上没？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些黑神话的辅助工具，在支持正版的同时，可以用这些工具提升游戏体验。游戏发布以来，我看到最多的吐槽就是没有地图，经常走着走着就迷路，还会错过很多东西。所以首先要分享的就是2款互动地图，分别来自有名星空和小黑盒。2款地图在表现方式和细节上略有不同，但功能是类似的，都标注了路上会遇到的怪物和各种材料，大家可以在游玩的时候当做参考。如果平时玩动作游戏或者魂类游戏比较少，可能会感觉黑神话的难度比较高，经常一个 BOSS 很久都打不过。如果你也遇到这种情况，可以在支持正版的同时使用这款风铃月影修改器，它可以修改游戏内的各种属性，根据自己的实力进行合理调整，能辅助实现最佳游戏体验。然后是2个画质补丁，其中一个可以让非40系 N 卡用户同时开启 DLSS 和 FSR 3.1 帧生成，使用方式我放在了公屏上，大家也可以参考南山星的视频。另一个可以降低游戏的锐化，可以让不喜欢过度锐化的玩家感觉游戏画面更舒服。最后还是那句话，如果喜欢请支持正版。eSearch， 这是一款非常强的开源截图工具，拥有常见的各种截图功能，包括截屏、文字 OCR、翻译、贴图、录屏、长截图、简单的图像处理。目前这个项目还在持续更新优化，由于之前的截图神器 Snapest 已经长期摆烂，所以我认为 eSearch 是它最有效的替代者之一。Perplexity 是目前最强的 AI 搜索引擎之一，但它是一个商业项目，而 Perplexica 是 Perplexity 的一个开源替代产品，拥有和目前绝大多数的 AI 搜索相似的功能。如果你对 AI 搜索感兴趣，想自己搭建或者实现这样一个搜索引擎，可以关注此项目。Rabbik UTools 是电脑上一个非常好用的效率工具，但它目前也是一个商业项目，很多功能都需要开会员才能用。Rabbik 是 UTools 的一个开源替代产品，按下快捷键，呼出输入框，输入关键词，它就能快速使用各种功能，比如快速启动电脑上的软件，搜索电脑上的文件，使用内置插件还能实现系统简切版增强、快速翻译、计算器、录屏等几十项功能。网易云崩了。2024年8月19日，网易云音乐全站服崩溃长达数小时，各端功能均无法使用。网易云官方回应，基础设施故障导致，并补偿7天会员。也有小道消息称，是因为开发山库跑路、山源码跑路、机房着火、被怪兽袭击，但更可信的说法是，由于机房搬迁到成本更低的贵州导致。WPS 崩了。2024年8月21日， WPS 服务出现故障，云服务无法使用，服务修复后官方补偿15天会员。我的评价是，各大互联网公司降本增效，排队丢人。滴滴。7月初，滴滴发起投票，票选用户想要的功能。目前女乘客可选女司机、宠物快车、滴滴包车、拉黑1位车等功能，已完成一期产品的开发，并在少量城市小范围测试。FAT32。微软宣布，在最新的 Windows 11 Canary 版本中，取消了 FAT32 分区最大32GB 的限制。这一限制是30年前微软开发者随意设置的临时方案，但却影响至今。控制面板。在微软最新发布的一篇介绍 Windows 配置工具的文章中，有关控制面板部分写道，控制面板正在弃用，转而改用设置应用。这似乎表示微软正在计划逐步淘汰此功能。我的评价是，真的吗？我不信。GitHub 正在测试一项免费的提供 AI 模型的功能，但目前需要申请资格才能使用。12306。为优化开学时学生出行体验，12306推出学生预约购票和学生出行需求采集2项功能。SpaceX 计划在8月27日发射北极黎明星号，并执行多项任务，比如达到有史以来最高的地球轨道，执行人类首次商业太空行走，且是人类最远的太空行走。开源作者被跨省。开源下载工具 Aria 的开发者称，因 Aria 被诈骗分子使用，导致我被跨省，因此本项目源码永久删除。随后，该项目的 GitHub 仓库被清空，截止清空前，此项目一共有 5.5K star。360儿童手表。有用户发布视频，
在使用360儿童手表时，当询问中国人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人吗？手表会回答中国人小眼睛、小鼻子、小嘴、小眉毛、大脸，从外表上显得脑袋在所有人种中最大等一系列争议言论。随后庄弘一发布视频道歉。3. 巴西推特2024年8月17日，推特官方发文称，由于巴西法官亚历山大·德莫拉斯的审查命令，为了保护员工安全，决定在巴西关闭服务。我的评价是遥遥领先。4. 巴西 VPN 在推特关闭服务的同时，包括 Node 在内的几十款 VPN 应用从巴西苹果应用商店下架，原因不明。我的评价是我们继续领先。6. iOS 有人发现，如果用户在 iOS 的下拉搜索或者 App 库中输入2个英文双引号加2个冒号，会导致系统崩溃软重启。7. 游戏一篇由多家大学研究者发布的论文称，外貌好看的人玩游戏时间更少。我的评价是，因为长得好看的人都在看选了199的视频。在各种互联网服务崩溃时，经常会出现程序员删库跑路的传言，但实际在大型公司中，普通的程序员很难接触到服务器，基本上不会拥有删除数据库、删除服务器的权限，也基本上没权限删除自己电脑之外的源码。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，我是选力99，我们下期再见吧。